为什么仅凭这一个镜头就被大家称为迪迦中最经典的画面？大古，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吧。你们既然有那么多的巨人，难道他们就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吗？傲慢是不会干涉人类的选择，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光，但是你不一样，因为你既是光，也是人类。生命永存在告诉了我们超古代文明灭亡原因的同时，它所隐藏的道理也远不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么简单。而超古代人类的幸存者陆克离开时说的话，也成为了大家心中的经典。努力的活完短短的一生，把成果留给后代继承。人类就是如此反复，慢慢成长，真的很了不起。故事的一开始，一艘飞船在黎明时来到地球，镜头一动，给到一束花的特写，暗示着它将会是不一般的存在。果然，他们就在这一片地区检测到强烈的磁场。而当大古看到这些花的时候，脑海中就自动浮现出超古代文明灭亡的场景。当他一个人来到树林中调查时，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小女孩。她说这种花叫奇杰拉，产生的花粉能让人进入快乐的梦境。当他回到星辰和丽娜的身边时，发现他们都已经被奇杰拉带到了梦的世界。反正要灭亡了，舒服一点不是比较好吗？而从这个女孩说的话，我们也能知道，她可能并不是普通的人类。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，大古将她和奇杰拉一起带回了基地。人类快要灭亡的时候，地球上一定会开奇杰拉花的，这是我爸爸说的。爸爸是做什么的？寻找其他土地的人。而听到女孩口中的描述，不禁让他回想起之前幽莲说过的话，眼前的女孩可能是3000万年前超过了人类的幸存者。而随着奇杰拉的大量生长和花粉的肆意扩散，如果奇杰拉继续这样散布花粉的话，人类会怎样？会很快乐啊。然后呢？没有痛苦的灭亡。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沉迷在梦的世界。现在的世界除了大古以外，所有的人类全部被奇杰拉所影响。随着陆克的到来，大古才知道他们就是一直靠奇杰拉才能存活到现在。随着大古的深入了解，他逐渐明白超古代文明灭亡的原因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奇杰拉的开放，让人类在过去没有抵抗的机会，从而逐渐走向衰落。谁会把我们人类毁灭掉呢？就是人类本身，和3000万年前的人类比较起来，人类没有一丁点的进步。随着夜晚的降临，奇杰拉也完全绽放，从梦境中逐渐苏醒的人们开始感到痛苦。那么趁晚上的时候，人类合力把奇杰拉连根拔起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古代也有一些可怜虫试着想做同样的事情，但是迪迦，人类的欲望比奇杰拉的根还要深。就连胜利队的其他成员也都没有了战斗的斗志。担心的他独自来到街上徘徊，看着人们因为奇杰拉的影响相互争抢。这一刻，他心中的迷茫似乎已经击垮了当初充满正义和希望的他。我现在到底该相信什么呢？在思考片刻之后，还是决定跟随自己的内心，那就是变成光，做出自己的选择。因为现在的他既是光也是人类。看着眼前的奇杰拉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进行攻击。但看似没有攻击力的奇杰拉，却用着许多触手不断的攻击，就好像现在人类的选择不断的抨击着大古的内心。被藤蔓缠绕的大古，在奇杰拉的不断拉扯下，慢慢的没有了反击的能力。胜利队的所有成员也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。好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，他们选择帮助大古。就让我也痛苦吧，把奇杰拉烧了，大家一起到新时代。在打败了奇杰拉的同时，消灭了能够让他再次生长的根，不再让超古代文明的悲剧重蹈覆辙。随着陆克父女的消失，奇杰拉之战也终于落下帷幕。这一集用剧情呼应了迪迦的核心主题：人类的光芒。奇杰拉的花粉能让人看到最幸福的幻觉，让全人类沉迷其中。人们为了短暂的快乐，宁愿放弃真实的世界，即使这种世界是虚假的，但人类最后还是强忍着痛苦，抛弃了虚幻的美好世界。人类的伟大并不在于永远不犯错，而是在于即使脆弱、会迷茫，也能在关键时刻觉醒，选择艰难是正确的道路。这种不完美但充满可能性的特质，也正是奥特曼对人类寄予的希望。大古的战斗代表光之力量，是人类内心勇气的回忆，而并非单方面的拯救，所以才会在最后，人类和迪迦一起成功消灭奇杰拉。也就像陆克说的那句话一样，人类就是如此反复慢慢成长，真的很了不起。